你以为退休就是终点，以为存够了钱就是财务自由。我告诉你，这可能根本不是什么奖赏，这反而是我见过的最精致也最残酷的陷阱。我活了99年，见过无数人，他们花了一辈子去追逐一个数字，一个他们自以为能自由的数字。他们站在人生的终点线前，突然发现自己一直在跑错方向。年轻时，他们追逐金钱；中年时，他们追逐地位；到老了才明白，那个叫财务自由的目标，从一开始就标错了价格。我记得一位老朋友，叫他约翰吧，他是个极其聪明的银行家，一辈子都在和数字打交道。他退休那天，我们一起吃饭。他拥有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能想象的一切：长岛的豪宅、瑞士的账户，一个庞大到让人麻木的投资组合。按理说，他应该是我见过最自由的人。可那天晚上，他几乎没动他的牛排，他一直在看手机，不是看新闻，是看一个报价软件。他的手甚至有些发抖。他突然问我：“查理，为什么我一点都不快乐？我明明已经赢了，可我感觉自己像个囚犯。我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担心我会失去这一切，我睡不着。”我看着他，这个曾经在谈判桌上叱咤风云的男人，现在的眼神里只有空洞和恐惧。我告诉他一句他不想听的话：“约翰，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那些钱，一直是他们在拥有你。你以为你在追求自由，其实你只是给自己建了一座更华丽的监狱。”他愣住了，他用了一生去追那个数字，却从没问过自己一个最根本的问题：我到底想成为谁？大多数人都像他一样，以为投资就是买股票、买房子、买基金。他们花一辈子去累积数字，却忘了财务自由这个词。重点根本不在财务，而在自由。退休不是终点，而是清算日。他会毫不留情地告诉你，你这一生到底投资对了什么，又浪费了什么。有些人退休后自由、平静、从容，因为他们早就投资了对的东西。有些人退休后焦虑、空虚、后悔，因为他们只投资了那些会消失的东西。这两种人的差别不在财富多少，而在思维方式。我这一生最大的发现不是如何赚钱，而是如何让你的人生不被财务自由这个概念绑架。我见过太多有钱的穷人，他们银行里有100万，却每天活在恐惧里。我也见过一些没什么钱的富人，他们日子简单，却笑得比谁都真。这二者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投资了什么，前者投资数字，后者投资人生。而财务自由这个陷阱，它诱捕你的第一步，就是让你心甘情愿地献出你最昂贵的本金，你的健康。退休后，你会发现一个残酷的真相：你一生赚的钱，最后有一大半会花在医疗上。这不只是一个统计数据，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一代又一代人重复上演的悲剧。我见过的那些最聪明的头脑，在年轻时拼命工作，牺牲睡眠，牺牲运动，牺牲和家人吃饭的时间。他们说，等我赚够了钱，我就好好休息。结果呢？等他们终于拿到那个自由的数字时，身体已经垮了。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、关节炎，一个接一个找上门。他们终于有钱了，却连楼梯都爬不动。他们终于有时间了，却只能躺在医院里。那些钱最后全部变成了医疗费、药费、看护费，而他们本来想享受的退休生活，变成了一场与病魔的毫无尊严的持久战。我早年在律所工作时，认识一个叫爱德华的律师，他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之一。他能记住所有判例，他的口头禅是：睡眠是给穷人准备的。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，靠无限量的咖啡和烟草维持运转。他赢得了所有的案子，40岁就成了高级合伙人，50岁时财务自由了。
他退休后做的第一件事是预订环球旅行的头等舱，可他没能去成。他被诊断出了胰腺癌晚期。我在医院最后一次见他时，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。他拉着我的手说：“查理，我赢了所有人，但我输给了自己的时间表。我本以为我是在投资未来，其实我是在出卖我的现在。我告诉你，健康是一种复利。你今天少睡1小时，明天多喝1杯酒，后天少走一段路。这些看似微小的损耗，会在几十年后以复利的方式，在你退休那天集中爆发。到那时你会发现，原来身体一直在给你记账，而这笔账早晚要还。身体不会骗人，它比市场诚实多了。你亏待它，它一定会报复。年轻时，你觉得健康不重要，因为你有的就是时间和精力。中年时，你觉得健康可以牺牲，因为你要赚钱，要成功。到老了，你才发现，健康才是最昂贵的奢侈品，而那时你已经买不起了。这才是财务自由最大的讽刺。你用一辈子去赚钱，却在最后发现钱买不回健康，而健康才是你唯一真正该投资的东西。可为什么连爱德华这么聪明的人也会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？为什么大多数人明明知道这个道理，却还是前赴后继地往这个陷阱里跳？因为他们被一种更原始的恐惧所绑架。我来告诉你这种恐惧的来源。我出生在1924年，5岁时世界崩塌了。那是1929年华尔街股灾，整个美国陷入大萧条。我还记得街上的景象，那些穿着体面西装，前一年还在俱乐部里谈论股票的男人们，现在手里举着愿意工作换面包的牌子。我父亲是律师，我们家比大多数人幸运，至少还有饭吃。但我看着邻居一个个搬走，看着商店一间间倒闭，那种恐惧刻进了我的骨头。那时候我还不懂经济学，但我懂一件事：金钱可以在一夜之间消失，而人类的尊严也会跟着消失。我记得一个邻居汤姆先生，他曾经是银行经理，家里有车有房，是我们那条街最体面的人。股灾后他失业了，房子被银行收走，太太带着孩子离开了他。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街角的救济站，他排在队伍里，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。那天晚上我问父亲，汤姆先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父亲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，因为他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会消失的东西上。那句话我听不太懂，但几十年后我终于明白了，汤姆先生不是因为穷而破产，他是因为脆弱而崩溃。他的生活建立在外在的东西上，工作、地位、收入、房子。一旦这些东西被拿走，他就什么都不剩了。他没有内在的力量，没有理性的框架，没有能在风暴中站稳的知识。他一生都在投资别人眼中的成功。那场大萧条教会我一件事：人生最大的投资不是去追求更多，而是建立一个不会崩塌的内在结构。你看，这就是财务自由陷阱的心理根源。人们之所以如此疯狂地追逐一个数字，甚至不惜牺牲健康，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都在害怕成为汤姆先生。他们以为只要那个数字足够大，自己就不会脆弱，就不会崩溃。可他们搞错了，他们以为只要建造一座更华丽的玻璃屋，就不会碎了。但他们应该做的是去建造一座朴素但坚固的石头房。而建造石头房的材料不是金钱，是理性，是节制，是耐心，是你内心的秩序。可大多数人做不到这一点，他们宁愿牺牲健康，去换取那个看似能带来安全感的数字。这就是第一个陷阱。他们用健康去换钱，却没意识到他们正在用石头房的材料去加固一座玻璃屋。你看，为了那个叫财务自由的数字，
牺牲健康是这个陷阱的第一层，而它还有第二层，一个更隐蔽、更少被谈论的代价，那就是牺牲你和人的连结。钱不会陪你聊天，房子不会在你孤独时给你温暖。退休后你会发现，真正重要的财富是人。但讽刺的是，财务自由这个目标恰恰是建立在忽略人的基础上的。大多数人在最有能力维护关系的时候选择了忽略，他们忙着赚钱，忙着升迁，忙着去认识那些有用的人，而那些真正在乎他们的人，比如家人、孩子、老朋友，全都被放在了最后。他们心里有个共同的借口，等我成功了，等我财务自由了，我再来好好陪你们。可他们忘了，关系和植物一样，你不浇水，它就会枯萎，而等到它枯萎了，你用再多的金钱也救不活。我见过一个企业家，叫他理查德吧，他是我见过最有才华的工程师之一。他创办的公司改变了一个行业。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工作狂，他爱他的家人，但他爱的方式是给他们一张没有额度的信用卡。他错过了孩子所有的成长期，错过了和妻子的每一次纪念日。他总是在开会，总是在出差。他退休那天办了一场极其盛大的派对，几乎所有行业名流都来了，但他的妻子和孩子只是礼貌性地待了半小时就走了。派对结束后，他坐在那个空荡荡的像博物馆一样的豪宅里，他发现自己这一生忙得要死，最后却连一个能说真话的朋友都没有。他不是没有钱，他是没有人，而没有人的富有是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一种富有。你明白吗？理查德的问题在于，他花了一辈子去建立那些建立在利益上的关系，一旦他不再有利用价值，那些人就消失了。这就是财务自由的陷阱，它让你误以为社交就是关系，不是的，社交是工具，是利益交换，而关系是资产，它需要长期投资。你不能在需要时才想起别人，平时却把人当成空气。真正的关系是在你不需要对方时依然愿意花时间陪伴，是在对方没什么用处时依然尊重和关心，是在没有利益往来时依然保持联系。这需要时间，需要真诚，也需要持续的投入。可大多数人做不到，他们认识很多人，却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。他们的通讯录很长，但退休后能打电话聊天的人一个都没有。我年轻时也犯过这个错，我忙着工作，忙着投资，忙着证明自己。家人约我吃饭，我总说太忙。老朋友找我聊天，我说改天。那个改天后来变成了永远。有些朋友再也没见到，有些亲人等不到我，有空就走了。那些遗憾是用任何金钱都弥补不了的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时间才是关系最大的货币。你愿意花多少时间在一个人身上，就代表他在你心中有多重要。而时间是所有投资里最诚实的一种。你不能作假，不能外包，也不能用钱买。你只能真真实实的花时间去陪伴，去倾听，去在乎。退休后，你的日子会变得非常长，长到你会怀念有人陪伴的感觉。那时你会发现，真正能填满时间的不是电视，不是手机，不是那个虚无的数字，而是人。是那些在你无聊时愿意陪你聊天的人，是那些在你脆弱时愿意听你抱怨的人，是那些在你不再有用时依然把你当朋友的人。这些人才你人生真正的资产，而这些资产需要你在追求财务自由的路上就同步开始累积。我和巴菲特的友谊维持了60年。你以为我们只谈投资吗？不，我们每周都通电话，
我们聊人生，聊书本，聊我们犯的错误，我们互相尊重，从不利用对方。我们在彼此最脆弱时依然不离不弃。这种关系是用几十年的真诚换来的，而这种关系让我的晚年不孤独。所以我想告诉你，别再把关系当成工具，别再以为人脉就是资产。真正的资产是那些就算你一无所有，依然愿意陪你喝咖啡的人，是那些在你失败时不会离开你的人，是那些在你老了、没用了、不再光鲜时依然记得你生日的人。投资这些关系需要的不是金钱，而是真心，而真心是这世上最稀有的货币。这就是财务自由的第二个陷阱。你以为你在爬向顶峰，其实你只是在走进一座孤岛。你牺牲了健康，那是你的本金；你牺牲了关系，那是你的财富。但财务自由这个陷阱最致命的一击，是你牺牲了你的内心。你以为财务自由就是不用工作，但你从未投资过你的内心。你从没想过，当你真的不用工作时，你该做什么？我活了99年，我告诉你一个可笑的事实：我见过的大多数人，他们不是在追求人生，他们只是在逃避人生。他们用忙碌麻痹自己，用成就证明自己，用金钱填补空虚。他们以为自己在追求财务自由，其实他们只是在逃避那个最根本的问题：我到底是谁？我活着是为了什么？等到他们退休了，他们自由了，没有了工作这个借口，他们终于要直面这个问题了。你猜结果是什么？他们慌了，他们发现自己一无是处。他们几十年来唯一擅长的事情就是赚钱、开会、看报表、焦虑下一个季度的增长。可一旦这些东西被抽走，他们的内心一片荒芜。他们没有爱好，没有好奇心，没有能让自己独处时感到平静的能力。他们只是一个有钱的穷人。我在80岁那年生了一场病，不严重，但足够让我躺在医院几天。那几天，我突然有很多时间思考。我看着天花板，回想这一生，突然发现一件可笑的事：我花了几十年追求财务自由，结果到老了才发现，真正的自由不是钱，而是心。我一直以为只要有足够的钱，我就能做任何事。可躺在医院那几天，我发现钱买不到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。它买不到我的健康，买不回我错过的所有时间，也买不到我内心的平静。我突然明白，我这一生也投资错了某部分。我把时间、精力、注意力都投资在外在的东西上，投资股票，投资公司，投资市场。可我从没好好问过自己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我从没停下来问，这样的人生是我想要的吗？我只是一直往前冲，以为只要够努力、够理性、够成功，我就会快乐。可躺在医院，我一点都不快乐。我突然觉得空虚，不是因为生病，而是因为我发现，我这一生都在追求别人眼中的成功，却很少活出自己。那次生病是我人生最好的投资，因为它让我终于明白，我活了80年，却可能从没真正活过。我一直在为未来而活，为下一个目标而活，为别人的期待而活。我从没为当下而活，而当下才是你唯一真实拥有的时刻。这就是财务自由的第3个陷阱，它是一个关于未来的许诺。它用这个许诺让你心甘情愿地放弃你的现在。等你真的到了那个未来，也就是退休，你才发现你从未学过如何活在现在，你已经没有现在了。出院后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决定重新投资我的人生。
我开始每天散步，不是为了健康，而是为了享受阳光。我开始和老朋友联系，不是为了社交，而是为了真心聊天。我开始读那些我一直想读，但没时间读的书。我开始问自己，什么让我快乐？而答案很简单，不是银行的数字，不是别人的羡慕，不是下一笔交易，而是早晨的咖啡，夕阳的颜色，和朋友的笑声，和孙子的拥抱。这些东西我过去从不重视，因为它们不能量化，不能带来回报，也不能写在履历上。可现在我才明白，这些才是人生真正的财富。所以，如果财务自由是一个陷阱，那什么才是真正的解药？什么才是你真正应该建立的投资组合？如果让我重新设计人生的投资组合，我会这样配置：40%投资健康，20%投资关系，20%投资学习，10%投资经验，10%投资金钱。你没看错，金钱只占10%，不是因为钱不重要，钱很重要，它能买到选择权，能解决很多问题，而是因为当你投资对了其他90%，钱会自然而然的来。而如果你只投资钱，其他什么都没有，那你最后会发现你拥有的只是数字，而不是人生。健康40%，这是最大的一笔，因为没有健康，其他一切都没意义。这不只是去健身房，而是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生活方式。关系20%，人是社交动物，没有人能独自幸福。这不是交换名片，而是真心的维护那些真正在乎你的人。学习20%，很多人以为退休就是不再学习，错了，退休后学习才真正开始，因为那时你终于有时间去学那些你真正感兴趣的东西，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满足好奇心。我90多岁了，还在读书，还在思考。停止学习的那天，就是开始衰老的那天。经验10%，人生不是为了累积财富，而是为了累积经验。去旅行，去尝试新事物，和不同的人聊天。这些经验不会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，但会出现在你的记忆里，而记忆才是退休后你真正拥有的财富。金钱10%，当你健康、有良好关系、持续学习、经验丰富时，钱通常不会是问题。但如果你只盯着钱，你赚到的钱绝对不足以弥补你失去的一切。这个投资组合听起来理想化，但我保证，如果你照着做，退休后你会比任何只追求财务自由的人都幸福，因为你投资的不是数字，而是人生。最后，让我把这一生的教训浓缩成几句话，这些话可能不好听，但都是真的。关于健康，身体不会欺骗你，你亏待它，它一定会报复。健康是唯一会复利的资产，而疾病也是。关于关系，真正的朋友不是在你成功时出现的人，而是在你没用时还留下的人。时间是关系最诚实的货币。关于金钱，钱能买到选择权，但买不到答案。真正的富有不是拥有很多，而是需要很少。关于人生，真正的成功不是让别人羡慕，而是让自己安心。你以为你在追求自由，其实你只是在逃避恐惧。关于智慧，聪明是天赋，智慧是选择。真正的智慧不是知道更多，而是需要更少。我活了99年，看尽繁华，也看透虚无。最后我发现，人生最大的投资不是钱，而是平静。平静不是什么都不在乎，而是能在混乱中保持清醒。平静不是没有欲望，而是能在欲望面前微笑着说够了。平静不是逃避现实，
而是能接受现实的残酷，依然保持尊严。这种平静才是财务自由这个词本来想要描述的东西，但大多数人都跑错了方向。所以别等到退休才开始投资人生，从现在开始投资你的健康，让它能陪你走得更远；投资你的关系，让它在孤独时温暖你；投资你的内心，让它在混乱时引导你。这些投资不会让你一夜暴富，但会让你终生富有。因为到最后你会发现，真正陪你到最后的不是金钱，不是名声，而是你成为的那个人，那个能在风暴中依然平静的人，那个能在失去一切后依然保有尊严的人，那个能在生命的最后微笑着说我活过的人。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投资，而这个投资从现在开始永远都不嫌晚。